Hello，大家今天过得好吗？今天录制的时间是2023年的2月10号，农历呢1月20号哦。今天特别请了半天假来吃新祠哦，参加这个1年1度的保仪大夫绕境活动哦。那这个庙里头在11点半呢就已经开始这个北管的演奏哦。那预计12点半要出发。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四星祠里头呢，摆满了贡品哦，还杀了一只猪哦。那这个非常有这种庙会的气氛哦。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四星祠内部的状况。前面这5仙呢，就是等一下会跟绕境一同这个出巡的神将哦。现在在表演的是这个四星祠琼林社哦。那琼林社也是一个北管团哦，就是它基本上在西元1926年就成立了哦，然后逐渐的一些演变啊，有了自己的阵头啊，然后有北管的表演哦，它是这个四星祠的固定班底哦。除了北管的表演之外啊，还有塞公也有一些这个仪式哦。在庙的外面，则是有这个半仙哦，就是通常会演这个福禄寿三仙，它是一个酬神的戏，所以它的对象呢其实是神明哦，不是给这个凡人看的哦。那它的主题呢很自私，但是宗教的这个意义非常强。随着这个炮声响起呢，就要整个绕境活动要开始了哦。那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人员都准备好了。那这位正在舞动令旗呢的大哥哦，这个是这个开路黑令旗哦。那他会走在阵头的最前面哦，绕境的最前面。那他的代表就是呢，这个可以驱邪避煞哈，让这个看得见跟看不见人都知道这个神明要来了哦。那现在正在这个参拜的这个是四星祠的这个令旗哈。那随着令旗之后呢，会是北管阵，再来就是神将。那神将出发前呢，再跟这个庙里的这个神明呢做禀告。除了四星祠的保仪大夫之外呢，还有这个和福宫的这个神农大帝哦，也会跟着这次的绕境一起哈。好了，我们就跟着这个保仪大夫的神教一起出发喽。这个出发的时候，其实当下心情是非常的激动哦。因为现在我们走这条路呢，现在叫做民生路哦，但其实在这条路在这个14章已经非常久了哦。那它一直都没有被开发，所以你可以把它当做这个乡间的小径哦。
那这个一群将近上百个人哦，就是跟着这个神明神教啊，还有各路的神将哦，穿梭在这个林中跟小路中哦，就有一种非常不同的感觉哦。我想在这个300年、400年之前，我们的祖先呢，应该也是这样子，跟着这个神教啊，还有这个悲观团哦，在这些乡间的小径啊，或是村落里头，就是绕境游走，祈求神明呢能够帮我们驱走不好的东西，那带来这个下个年度的丰收哦。要跟所有的观众讲哦，我们这一集呢有将近40分钟哦，那这个没有配乐，这个都是原声收录哦，所以你基本上就是琼林社的这些大哥、大叔们呢，他们这个演奏的这个曲的。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感受如何，像我自己听了之后，这个可能要在脑袋中会盘旋个3、4天都退不掉哦。其实我还蛮喜欢这种感觉的。大伙就是穿过了这个民生路呢，就来到了14张路哦。可以看到，这就是整个这个绕境的阵容哦。14张路是在这个央北从化区的这个边边嘛，哈。那大家可以感觉呢，右边呢是央北从化区要盖高楼大厦，左边呢就是14张从化区还没有开发哦。像这个整个建设是一年比一年多，央北的建案应该是在这几年又会整个这个翻起来，就是盖好。所以像这样的绕境活动呢，我想就是举办1年哈，就是下一年的困难度都会一直在提高。你也不知道14张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自己是觉得这种非常传统的民俗活动哦，我们要想办法珍惜并且保留住哦。我们来聊聊，就是保仪大夫是谁呢？这个我们绕境的这个主角，保仪大夫呢，就是在安陆这个安史之变中呢，死守睢阳城的张巡哦。那大家都听过这个张巡跟徐远呢，就是死守睢阳城哦，死守了2年哦，用不到这个几千名的士兵去抵挡这个安禄山还有他的儿子安庆绪哦。那最后呢，睢阳城破，这个徐远跟这个张巡都被杀害了。那后世的人感念他们的忠义吼，就是建庙祭拜他。所以这2个人基本上呢，他们是会一起被供奉在这个庙中的哦。那保仪大夫呢，在这里头通常指的就是张巡，但是也有的庙呢是称张巡是这个保仪尊王哦。那张巡跟徐远呢一武一文哦，所以2个人在这个庙里头的时候，拿剑的人呢就是张巡，拿书卷的人呢是这个徐远。我们这个绕过20张路哦，要来到这个萧王爷庙哦。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这是一个会乡的活动哦，就是这个思亲祠的这个保仪大夫呢，就是去怎么讲，算是去拜访萧府王爷哦。那整个绕境的队伍呢，就会循序向这个庙里头就是参拜哦，包括这个前面的令旗啊，还有这个思亲祠的旌旗啊，以及各路神将哦。然后最后就是神农大帝跟保仪大夫的这个教。那刚才有聊到，就是这个张巡被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奉为神明之后呢，就是保仪大夫的信仰呢，就在他的故乡河南哦，就是兴盛了起来。那随着这个黄巢的大乱呢，就是这些信仰呢，就沿着运河一路往南走哦，就是来到了福建安溪，在明清时代呢，就传到了台湾哦。这是第二个会乡的庙，咸亨宫。一样的仪式哦，就是这个绕境的队伍呢，会循序向这个咸亨宫的这个神明参拜哦。咸亨宫是12张的这个土地公庙哦，它除了祭祀这个土地公之外呢，还有祭祀妈祖，还有这个西秦王爷跟这个福佑帝君。福佑帝君就是吕洞宾。我家里其实离这个咸亨宫非常的近哦，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蜡烛哦，这是永远不会熄灭的哦，有非常多的人在这里敬献哦，还有这个还愿。好了，离开了咸亨宫之后呢，我们就进入这个自由街哦。左边呢是自由街即将都更的这个一排房子哦，也许明年就不是这个样子了。那我们再绕来这个三民路哦。刚刚这个在庙里头，其实有个细节没有捕捉到，就是有个老太太可能行动不是很方便哦，但是她听到这个绕境的声音之后，就非常激动的站起来哦，就要去看这个神将跟这个神，就是这个神明哦，就是我想在这种很多人还是保有这种非常传统的信仰哦。我们离开了这个三民路呢，又回到了中正路上哦。对面这个是少爷冰果师，这个老板也从少爷变老爷了。因为现在是在更新院的门口，所以刚才其实北管是没有演奏的哦。好，这是第3间会乡的庙，这是这个中央路上的保安宫哦。主神呢是这个保生大帝。
在漫游央北也有聊过，14章里头其实有几个比较大的姓啊，连姓啊、灵姓啊、陈姓啊、刘姓啊，他们其实都有自己供奉的主神哦，像是这个灵姓呢，他们拜的呢可能是天上圣母，那连错呢拜的就是保生大帝，那神农大帝呢，基本上就是陈错的这个主神哦。这个每一个会香呢，在这个神明就是对神明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放炮哦。所以在绕境的活动里头，或一些宗教仪式里头，放炮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怎么讲一个仪式吧。然后我们就右转了，来到了央北2路，这进入的这个央北从化区。大家有没有感觉，其实这个央北从化区的这个背景跟这个进香的这个人群哦，其实是还蛮奇特的一种完全不同的对比哦。那我觉得这种活动也非常谢谢这个义交跟这个警察先生哦，他们就是前后的，就是有在这个维持相关的秩序哦。那我是觉得这个保仪大夫的绕境其实并没有非常的其实人的数量是还好，并没有非常的夸张哦。所以你看，我们从12点半出发哦，到现在哦，很快就其实已经走了一半了哦。那接下来呢，就是要离开央北从化区去中央新村。我们刚走的地方呢，基本上就是14章，那这个以前呢，在14章里头呢，就是保仪大夫年历呢，这些都会是他这个出巡的地方哦，在不同的这个庄里头会停留。好，大家看到神教里头呢，有3位神明哦。最中间的这一位呢，就是这个保仪大夫，他的右手边呢是福德正神，那左边呢是帝君，是这个关圣帝君哦。来到这个中央新村呢，就有人摆香案了哦。这里的信徒信众呢，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多。基本上在这个中央新里头，每一条街啊，都会有人出来换香，就是供奉鲜花素果，然后就是虔诚的祭拜这个保仪大夫。前面穿粉红衣服的是这个中央里的新里长。他的右手边这个穿红色背心的呢，是这个施心慈的主委哦，就是这场绕境这个的专案经理哦。其实我是很佩服他的，就是其实这是一个不容易的活动哦，要调度各路人马，张罗吃喝喝啊，哦，还有要这个去协调的政府啊，还有民间的单位哦。也很快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次绕境的这个神将哈。刚刚第一个呢是赵云，然后这位黑脸的呢是张飞，然后是关羽关圣帝君，这位是孔明诸葛亮，那最后一位就是刘备哦。其实这很特别，你知道吗？就是大部分的这个神将呢，可能是这个三太子。或是这个李靖啊，李靖父子，有时候是千里眼与顺风耳跟妈祖的时候，但是这个施心祠里头的保仪大夫的这个
护法呢是这个刘关张加这个诸葛亮，还有这个赵云。有看到这个裤子拉一半的这位帅哥吗？哦，这应该是豹马仔啊，就是也是会走在这个绕境的最前面哦，就是这探听前面有没有什么状况这样子哦。这些神将呢，应该又叫做大仙昂啊。那他基本上都是宜兰的师傅手工缝的哦，这应该是台湾独有的这个习俗哦。那传说这些阵头来在这个宜兰呢，他们其实就是大家每个不同的，像这个可能有不同的社哦，就是像我们刚看的琼林社，可能旁边有一个我不知道什么是称，比如潮和社好了，他们呢会去比试他们的这个手艺啊，就是演奏的这个手艺啊，看谁吹得好。然后呢，就有一边呢可能就摆了舞龙舞狮哦，另外一边就就不甘示弱哈，然后就是用了这个三太子的这个大型的这个升降的这个出来。那就是因为呢，这个李哪吒曾经抽了龙筋嘛。好，那对方看到这个三太子出来之后呢，就做了李靖，就是李靖是哪吒的爸爸，然后大家就这样子争奇斗艳呢，就是有各种不同的这种大型的这个神将呢，就会随着这个阵头活动而一直在出来。那发展在台湾后续就有像什么电音三太子啊，类似像这样子哦，就这是他这几年的这个衍生出来的这个次文化吧。我们现在其实进入的是中央五街，也就是中央新村最热闹的一条路哦。大家可以有意识到这个，看这个画面应该知道已经在下雨了。那这个保仪大夫其实他的信仰传到台湾之后，他其实就在台北盆地这一带呢是非常的这个兴盛的信仰。所以其实你在台湾会看到非常多，像比如说忠顺庙啦、吉义庙啦，这些都是拜保仪大夫或是保仪尊王的哈。好，大家在这个全联前面休息。那这个保仪大夫呢，他后来就转化成这个茶叶跟农业的守护神哦。那在这个每年呢，就是不同的村庄呢，他都会跑去这个木栅的忠顺庙。去请这个保仪大夫哦，来到他的这个村庄哦，然后巡村庄，因为保仪大夫呢会带来雨水，就像现在这样子。那雨水下雨之后呢，就会把这个叶子上的虫卵啊，把它打到土地里头，让它不能孵化，所以就会就是减少这个虫灾哦。所以这种。他就是保仪大夫的出巡前后呢，其实都是会下雨的。那这种活动呢，它就因为是每年一次嘛，所以它就变成它就是年历哦，年历的活动。那之前在大坪林呢，大坪林有5庄嘛，7张、12张、20张、14张跟宝斗厝，他们都会轮流呢去这个，他们都会去。木栅忠顺庙，木栅忠顺庙在这个现在的辛亥路5段还是6段那里，去请这个保仪大夫呢来这个村庄里头，然后呢他请来之后呢，他每天会去不同的村庄绕境。那在
这个应该是在2016年呢，就是思清池这边呢就固定了把神明呢请了分灵呢从忠顺庙呢请回了思清池，所以现在呢是不用再去这个忠顺庙请这个保仪大夫的。那在更早之前呢，在思清池还在原位的时候呢，其实这个14章年历呢，它是在这个电仔街，或者是在这个林处、连处、流处这边呢举办的。那但是因为14章站的这个建设呢，就让这个信仰呢，就算是有点被破坏哦。所以后来的这个14章年历呢，基本上就是在思清池这里举办。因为下雨的关系哦，这个北管的这个车座有点秀抖，所以这个喇叭有时候会发出奇怪声音哦。大家有看到，其实这个中央新村里头就是有这个参拜的这个信众还不算少哦。在换香，有时候会觉得，对这些东西知道的太少了。其实这些传统跟民俗，就是它一点一滴的在消失哦。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当然会觉得，这好吵，就是他在这个城市里头啊，在社区里头啊跑来跑去。但是我觉得这个通常是先有这些神明跟这些信仰。然后，因为这些神明跟信仰，就是才陆续人聚在这里的，所以总是有个先来后到。那我想，随着这个时代的这个进步，那大家总是要去适应这个怎么讲现代化的都市，所以我觉得这些怎么说民俗啊。这些传统的处境其实是非常艰难的。那我再往那个比较这个拟真的方向讲来讲好了，其实神明也很困扰啊。就是他们在几百年前，他在这土地上呢，就是跟着就是这些人啊，这些老百姓啊。就是在这个农田啊、田埂里头啊，就是四处跑来跑去啊。当时人为了要驱虫啊、驱邪啊，可能就是扛个小轿，就是保仪大夫就在这个轿上啊，他们就在这个田里头呢四处的寻走。但是有一天呢，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了。然后因为都市更新，或者是因为一些开发建设。这个庙啊，可能被驱赶、被拆掉，然后不得不被搬到都市里头。但是进了都市之后呢，它的这个仪式呢，又因为环保啊、噪音啊、各种就是都市的这个限制呢，又不得不做一些改变与删减。所以有的信仰就慢慢的跟以前就有点不太一样了。有时候我觉得这种绕境。有时候走着走着，我就会觉得有点小小的落寞。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个噪音大家忍耐一下就没事了，只是我觉得总是会希望这有一个平衡。那我在也有跟这个思清池的主委也有聊过，我觉得大家都是希望能够就是让这件事情有改善，
比如说环保香炉啊、环保金啊、以米代赠、以米代金这种活动，中央新村这边应该在做都更。100分。希望让这个民俗信仰能够在最少的改变的状况之下，能够跟我们这个怎么说比较现代的生活能够融合在一起。我今天拍这个影片，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也希望第一个当然是我觉得这种仪式跟活动可能是办一场就少一场了。再来，我也觉得大家如果能够了解这些民俗跟仪式，跟这些宗教活动它一些背后的一些故事跟原因，可能更能够知道说为什么有人很坚持每年一定要办这个活动。好了，我们来到了汤泉哦，这里也有人就是在祭拜哦。离开汤泉后，又回到了这个央北从化区哦。保仪大夫还有一个称号叫做昂公啊。这个昂公的原因，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因为田埂的路很小嘛，所以昂公这个保仪大夫出巡的时候呢，就是把他坐在小轿里头，就是由人扛着呢，在这个穿梭在田埂之中哦。所以因为就是小小的一尊哦，所以叫昂公哦。但另外也有说法，就是这个福建安溪这一带呢，其实都把这些神明神像呢，就叫做昂公或是佛公哦。那他来到台湾之后呢，这个名字呢就但慢慢的变成保仪大夫的这个昵称。但我今天在这个影片中讲的这些内容呢，就是这一阵子在做功课。主要是参考这个思心祠网站里头的一些资讯，还有这个维基百科以及 Google 上查到的。那如果大家觉得我讲的不对也欢迎大家纠正我。我尽可能用一些比较白话我能理解的方式，跟大家这个讲一些我所这个 study 到的一些民俗。跟一些相关的知识，这个雨现在真的大得很夸张。那你可以想象这些神将们，他们这个穿的这身这个衣服头冠，它淋了雨之后，其实会变得更重哦。来到了这个是思心祠，就是未来思心祠会从刚才我们出发的地方搬过来，因为那里是他的行宫站错。那这个思心祠应该在1年内应该都可以建好了。然后它后面其实是14张历史公园。这时的雨呢非常的大哦，所以不得不停下来。
这个风雨生信心哦，这个不只是风大雨也大。在整个绕境过程中，大家其实可以听到几个声音哦。当然，鞭炮这个就是有一些重要的 key point 的时候，比如说会香啦，或是有人这个要换香啊、祭拜的时候会放炮。然后还有北管呢，本身呢有几个，我觉得最主要的旋律就是那个锣，就是整个绕境的节奏，我觉得是被这个锣给这个掌握的。再来是锣之外呢，还有鼓跟拔。拔的话就是现在听到比较脆的，这个是拔。那还有一些呢是鼓，大概有3-4面不同的鼓，所以其实你仔细听的话，声音是不太一样的。那还有几个这个少年人呢，他们在吹的是唢呐。好了，我们就回到民生路了。这个左边这位骑着滑板车的，就是这个刚才有出现的塞工师傅哦。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在这个传统跟这个现代中有一种很奇妙的融合呢？我们回到了这个石新祠的门口。那照例这个开路令旗呢，就会有一些这个仪式哦。哇，这位大哥实在是很厉害。听说这个竹子好像也有特别的规范哦，要进庙了，所以要放炮，所以放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大家排好阵列哦，就是要向神明参拜，要入庙。再来是神教，这个是神龙大帝。最后呢，就是保仪大夫的神教，也是会冲3次。要将神教里的这个神明请回神龛哦，这个是保仪大夫。要先过火，然后这个是这个关圣帝君。再来是福德正神，将神明请回神龛之后，那整个活动呢，就这个绕境活动呢，就告一个段落了。那祈求这个保仪大夫、关圣帝君跟这个福德正神呢，能够保佑这个14章跟新店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平安健康哦。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哦，非常谢谢大家跟我还有这个随着宝仪大夫一同在14章绕境哦。那希望大家今年都平安、健康、快乐哦。那最后呢，我想留一段时间哦，因为剪辑的关系呢，这个琼林社的北管演奏呢，都一直有被切得很破碎，所以最后留一段时间呢，就是收录最后这个绕境最后这个琼林社的这个表演哦，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也请大家多支持台湾的传统民俗以及宗教记忆，谢谢大家，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